嘿，大家好，我是 Ason 啊。那今天我們來到這個高排名對戰，就是我們很久沒有回來看的高排名對戰。那其實為什麼是高排名對戰？那是因為我的排名已經從這個一開始 Day One， 就是那個直播的7天體驗直播的 Day One。的沒有名次，到現在 Day 4， 就是這個素材派的時候 Day 4的那個第5名呢。對，那所以的話，我是會經常的遇到這種高排名的人士啊。那但是其實關於這個高排名人士的那個東西我想跟大家聊一下這個 MMR 系統。對，就是這個現在 Lost Saga 裡面它那個新的那個競技場積分系統那其實我要釐清一點，就是這個 Lost Saga 的競技場裡面其實有分2個系統，一個是那個戰鬥系統，一個是那個積分系統。那積分系統就是現在那個排名一些勝負那些，我會統稱它為積分系統。那另外一個戰鬥系統就是現在那個電網系統那些例如說BO5 那些。本來 BO3 改成 BO5 那些，或者是現在那個地圖裡面外面那個電網，或者是那個地圖有什麼地圖也是屬於這個戰鬥系統裡面。那今天我想比較着重討論這個 MMR 的積分系統對，那其實現在那個積分系統我覺得什麼問題，或者是現在這個積分系統有什麼大的問題存在？那因為我已經體驗了那個4天了，那我還有3天就到7天了。那其實這4天你別看好像很短，那基本上我已經把所有的排名都經歷過一次，就是從這個沒有排名到這個第18名，然後第13名，然後到這個第5名，然後最新的好像第3名。那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我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那個收人時間從一開始非常之快，一開始 Day 1沒有排名的時候，10秒之內就收了一個，到 Day 4第5名的時候變成2到3分鐘。對，那但是你可能覺得2到3分鐘還好吧，就是沒有想象中那麼長。那其實這個2到3分鐘是有一個很大的那個犧牲的東西出現。那犧牲的是什麼？就是這個遊戲為了減少它那個 MMR 系統的排隊時間，那它只是把這個重複遇到對手這個限制解除。那它就是犧牲了什麼？就是犧牲了這個遊戲對手多樣性這一點就是你永遠打的對手都是同一個人。對，那像我為例，現在這個對手也是另一個實況主吧，如果沒記錯的話。那我在同一個晚上，在我直播 Day 4的時候，我在同一個晚上連續，你要聽清楚，連續遇到這個玩家9次。对，這個就是我所說，現在 MMR 系統很大的就是你現在如果你排名高的話，你已經不會像以前一樣遇到一些排名低一點的，例如說200多名、300多名，或者是100多名都很難遇到這種狀況。那這個狀況的話，會導致什麼問題？那你永遠打的對手都是同一個人，那你可能想說，那這樣不是很好嗎？那你永遠高排名就是要跟高排名打那這樣的話你的排名才有那個認受性，不是嗎？那其實這個我一開始也是這樣想。那但是也知道 Lost Saga 這個遊戲其實像我以前所說，你打到高排名那些地方，其實大家的那個實力都是差不多的，你永遠在比的是誰的錯誤更少。對，那所以的話會發生一個什麼狀況？就是昨天我跟這個玩家打了9場，然後好像一開始我先贏，然後他輸，然後就是我在不停贏輸，不停地重複這個步驟，就是最後我們的那個贏輸比各占一半。那這樣的話有什麼問題？就是那個分數永遠都是沒有加過，就是那1個半小時我大概打了9場，是1個半小時、2個小時都在白打，知道嗎？這個就是個問題所在。就是你雖然說那個 MMR 系統好像很好，那些高排名跟高排名，但是在那個 skill level 同樣的情況下，你是永遠分不出一個勝負來的，你知道嗎？那你最後會淪落到什麼地步？是那些高排名、高分數的人其實最後不是從那些高排名的那些人士裡面脫穎而出，而是他很幸運遇到很多不同分段的玩家，
這樣的話你的排名才會變高。如果你明白我說的話，就是你比的不是誰的 skill level 更高，而是誰更幸運能遇到更多不同的對手。对，那這個就是現在 ML 的一個現在的一個問題啊，就是雖然我說那個遇對手那個多樣性不夠，但其實你還是會遇到其他對手啊，不過只是那個遇到那個幾率非常之低。那所以呢，我剛才所說，現在的 ML 系統就是比誰更幸運，能遇到更多不同的对手，那你啊就可以得到这個竞技場裡面更高的排名。那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那其實啊，現在官方還沒有給出一個大家都滿意的答案。那所以的話，那些實況主玩家，他們知道官方短期內都是解決不了，那他們怎麼做？那他們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 MMR 降低。那他們怎麼降低？那就是他們在沒有實況的時候，他們會去找時間去那個競技場裡面，把自己的那個排名打低，就是他們或許會主動去自殺或者是放水之類的行為，來把這個比賽輸掉。那這樣的話，其實啊，我覺得這個完完全全不是一個競技場，就是一個競技遊戲裡面一個正常的生態。就是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出現？要我說的話，因為這樣完完全全的對於這個競技比賽這個東西啊，這個做法是完完全全不合理的。例如說，我昨天的第4天 Day 4那個直播裡面就遇到一個實況主，那他當時沒有直播，然後他每次遇到我，他就去跳樓自殺，就是他去自跳啊，簡單來說。那這樣的話，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正常的競技環境裡面會發生的事啊，因為這個責任就是這個讓那些玩家遇到更多讓新玩家的那個責任啊，其實不應該是變成那個玩家本身的責任，而是你這個 ML 系統要做到的事情，那個才是一個正常積分系統要履行的一個東西啊，而不是讓玩家自己去解決這個問題。因為現在我看到啊，很多實況主他們都會在那個實況以外的時間花時間去把自己的積分刷低，那其實這個真的是非常之奇怪。那我當然是不會這樣做，那因為其實我本身玩這個遊戲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而且我也不是一個以直播為主的一個實況主，就是我只是一個發影片的那個內容創作者嘛。那所以呢，我應該是不會花時間是做這種東西。那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問題啊！如果你真的要解決的話，你起碼要讓一些高排名的玩家去遇到一些比較低排名一點的敵人，就算你打完之後你的積分只是加很少，也是沒所謂的。那因為現在所有人都去主動把自己的積分降低的話，那這個排名啊，其實就等於蕩然無存，就是它的存在必要已經是等於沒有了。要我說的話，那所以的話，如果能解決當然是最好。那如果真的解決不了的話，我建議啊，你把這個積分系統換成以前舊的那個就好了，然後戰鬥系統就保持新的，那這我覺得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因為以前那個積分系統是經過了10幾年的那個洗禮，基本上它不是完美，但是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完善的一個系統來了。那我希望官方可以盡快把這個問題解決掉。那因為其實啊，我真的不想打同一個玩家連續打9次。那其實一開始打第4、第5場還是不錯，就是挺好，也是沒什麼大影響。但打到最後第9強的時候，不論是我還是這個對手，其實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玩什麼了。那他已經在用這個李舜臣在那邊滴，然後我的那個動作已經麻木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了。他用什麼英雄，我已經不想再用類似的那些應對策略來對抗了。我已經只是在不停的盲目用這個超中来抓人，然後什麼都沒有做，因為這完完全全都不知道自己在玩什麼了。那這個就是現在我覺得那個積分系統需要立馬修正的一個地方，或者是要處理的地方了。那也是那句，如果處理不了的話，就換成舊系統嘛。那因為那個舊系統真的其實雖然不是完美，但是做得不錯的。對，那這裡也是要解釋一下，之前有一些韓國觀眾問我那個對於積分系統那個改動的看法。那因為當時我的那些留言其實不是
這個最新體驗完的那個感受來的，那一切的那些感受都是以這一部影片做準啊。對，那最後也是強調一下，我所說的只是一個積分系統的東西啊，而不是戰鬥系統。我對於這個戰鬥系統啊是100%非常支持的。對，那希望可以變得更加的好啊。